凌晨4点我们就出发了，今天全天都将在毛尤班巴周边观鸟，集中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 Tropical Lowland Forest， 郁郁葱葱的植被和高耸的树木构成了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这里是 Rufous Niger 和 Blackish Niger 的栖息地。我们下车才知道四季温暖潮湿的这个丛林孕育出了无数的蚊子。听那个 Rufous Niger 在非常近的地方叫，但是在被咬了无数个包后，我们最终也没看见它。这是一个私人的庄园，主人在布置 banana feeder， 鸟还没来，但是一群猴子先来吃这个早点了。This is one for the baby in the back. Oh yeah, I know. Yeah? This is probably go. Buonissimo. 据说颜色鲜艳的都是毒蘑菇，这个颜色看起来很毒的样子。这是我第一次进入 Peru 普通人家的房子，因为他家后院有一个 banana feeder， 吸引了一些 Infonia， 还有一只 Peru 特有的 Black Belly Tanager 会定期的造访。What's the green one? Yeah, golden belly euphonia y purple throat euphonia. Bien raro. Este lo es del otro lado. 熊鸟。这个没弄进。Sure. Brownish 没有。对。¿Me llegó? Sí, ahí te. Ay, esta puta, están los dos bonitos, hijos de puta. Two of them, right? 从签名册上我们可以看到，7月有15个人到访，8月10个人，9月我们是第5名到访的，能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一些收入，作为观鸟者，我们也是挺开心的。要去一个蚊子巨多的地方，只能这样了。Let's go 太牛逼了，无数的蚊子呀！Is that it? 4. This shit, I don't. Oh yeah, I see it now. Is it good? Yeah. 作为超级讨厌蚊子的我，进入这里的唯一的目的是一只 Painted Mannequin。这种新近描述的物种仅见于秘鲁北部安第斯山脉东部的一小片区域。最终我们付出了无数的努力，也只是拍到了雌鸟。
那这就是我们一会儿要喝的果汁。And the drink? Juice. What are juice? Yo asisteo. 午饭后，我们到了一个相对高海拔的地区，寻找一种非常罕见的 Andarin， 比之前那只 Manatee 还要罕见很多倍。最终我们还是成功了。Call him. 结束了一天的观鸟，我们驱车到达了努埃瓦卡哈马卡小镇。哦，今天的晚餐还不错哦，海鲜炒饭、炸鱼块，还有拌的沙拉。这是我们在这儿这个小镇住的这个酒店，应该是这儿最好的酒店吧。但是房间一股香味和异味混合的味道。然后，凌晨5点我们又出发了。整个这个小镇路全是土的，晚上的时候来的时候，一片尘土飞扬，简直就像那个黄沙天和雾霾天一样。在这个 Berhad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 Tinamo， 他来了。一场大雨不期而至，蜂鸟们纷纷开启了淋浴模式。
No te vas a ver las fotos. Puta, yo tengo un... Más bote de este libro que está aquí. Ya ver. No, Carlos. 我们在路上找了一家餐厅吃饭，哎，这只狗狗好乖呀！这个 mix juice 超大杯呀！这个菜单给我翻译的是牛腰，结果应该是牛腰肉，牛腰部的肉。This other place, oh, before the entrance. 可爱的小姑娘在帮妈妈准备 sugar feeder。中午时分太热了，鸟况很惨淡。但是离开这里之后，沿着公路继续往西，倒是发现了几种目标鸟。像是 Great Tail。我这只，我没法形容这位置。看到了吗？在2024年，这里是观赏 Long Whisker Owlet 和 Ochre-Fronted Andpita 的最佳地点。小木屋看起来有点破，但实际上收拾得很干净。床铺上提供了蚊帐，尽管我没有使用，但是也没有受到蚊子的骚扰。这个可爱的模型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目标 Owlet， 它就在远处的山里等我，6点天黑就出发。我们刚找完长须修流回来，爬了野山，然后饭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真的是第一次在夜里头爬没有路的山。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去找奥。可惜我们的另一个目标 Cinnamon Screech Owl 没有出现，只好回来继续躺着等天亮。早点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吃完了接着进山。今天的主要目标是2种 Andpita。这只 Andpita 明显是有宝宝了，这虫子叼在嘴里不舍得吃，是要带回去。
路上遇到一种花很特别，应该是 Central Pogon 属的。感谢呼恩，我们一起付出了无数的努力，终于拍到了这只 Rufus Venti 的 Tabaculo， 此行拍到的第一只 Tabaculo。这个eBird上2000多笔记录，只有14张图，可见拍摄的难度之高啊！马路上方的索桥是给野生动物过马路用的，我想主要应该是猴子吧。哦，正餐上来喽！哎，这右边的是酒啊。奥莱 Lounge 早点已经准备好了。奥莱 Lounge 曾经是世界上看 Long Whisker 奥莱的最好的地点，但现在已经非常非常难了。但是目前我们等的这只 Chestnut and Pitta 也是非常好的鸟，秘鲁的特有种。这拍完一轮了，我们发现这个小家伙一点儿也不怕人啊。Pale age, flycatcher. Pale age. Yeah, pale age.这只 Oliver Flycatcher 在 Flycatcher 里头真的算非常罕见的，仅仅分布在安第斯山脉的东坡，从秘鲁到玻利维亚。
在帕马卡查的一个餐厅，这可能是这个小镇最好的餐厅了。豚鼠 Peru 的特色食品，我是第一次见。这边是我的手，这是我的相机。我的妈呀！哇塞，第一次吃这个啊！我靠，再比比，再比比。胡安在远处非常开心地拍一只 Upland Sandpiper， 这是他在秘鲁1500种鸟种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个新，据他说已经很难再加新了。The same, right? I know, let me. 加了就是说。Me lo dieron en una cafetería. La 在湖上转了一圈，基本没有收获。不过风光不错，算是行程中难得放松的一刻。我在秘鲁喝上鸡汤了。今天是比较奔波的一天，要从帕马卡查赶到哈因。这两地从距离上看只有短短的150多公里，但你会看到生境的明显变化，从 lowland forest 变成 dry forest。从进入这片林子开始，行程中首次有 Malañón 的物种出现。和这只 critical endangered 的 Malañón Spintail 搏斗了1个多小时，最后还是没有获得清晰的照片。不过视频背景是它的叫声，也算记录到了这个物种。Mientras que ellos, tú le das tiempo. No, es que por eso te viene justo, es que no quiere. Si no puedo ser un compañero mío. Good. Different the color okay. and the behind. It's darker, right? The head. Mm-hmm. 秘鲁北部的路况真的一言难尽，大部分的公路都是双向单车道，经常性的会赶上修路，修路的时候又是单向通行，所以这个路是一堵再堵。
进入马拉纽河谷后，已经能明显看出 Dry Forest 的影子仙人掌首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Kumpa. Yeah. It's gone. Oh, it's gone. No, still there. Back. Back. Yeah, that's it. What this? Is it, can we eat? Yes. Yeah, okay. Let me try. 中午时分，超级炎热，路边有卖冷藏的新鲜椰子。¿Tiene sin pulpa uno? Sí, pelado. Gracias. Yeah. 哇哦！这个就是著名的 Marañón River， 穿过秘鲁北部安第斯山脉，形成一个孤立的生态系统，使得一些鸟类进化为该区域的特有物种。这种独特的鸟类多样性源于干旱森林、陡峭的山谷和不同海拔高度的多样栖息地，推动了物种的分化和局部进化。这个 Dry Forest 的这个里头的植物全是带刺儿的。